女孩发现了可怕的事，一只猫掉进水池，正拼命挣扎。然而她却拉下窗帘，装作什么也没看到，直到猫被活活淹死，她才轻描淡写地提醒爸爸 There's a dead cat in the fountain. 爸爸被猫的惨状吓到，立马将猫打捞上来。艾玛表面装的一脸哀伤，实则却很窃喜这种间接扼杀。她就是大家所说的天生坏种。但平时的艾玛却将这份恶毒隐藏得滴水不漏。教室里飞来一只大黄蜂，同学们都吓得惊慌躲避，艾玛却拿出玻璃杯倒扣下去，将大黄蜂成功捉住，手却利索地塞进一张纸条，挡在了杯口上。然后在老师和同学惊讶的目光中，艾玛将大黄蜂拿去窗边放飞了。Thank you, Emma. You're welcome, Mrs. Ellis. 这么勇敢又善良的小姑娘，无论是同学、老师还是家长，都觉得她品学兼优。可得知女同学凯蒂买了新手表后，艾玛却暗戳戳的目露凶光。随后，她就假装无意的伸腿，将正在奔跑的凯蒂绊倒在地。Katie, are you alright? You okay? I'm so sorry. Didn't mean to hurt you. 艾玛拉着凯蒂的手，温柔地将她扶了起来。殊不知，两人接触的时候，艾玛就已经顺走凯蒂的手表。显而易见，艾玛又茶又坏，而且嫉妒心直线拉满。老师若有所思地盯了艾玛一眼，艾玛便紧张起来。难道她相由心生，露出了破绽？于是回家之后，艾玛就对着镜子练习假笑。Basket of kisses. Basket of kisses. Basket of kisses. Basket of kisses.这么一个演技高超的女孩，纵使是她的亲生父亲马克也被成功蒙骗，觉得艾玛是个贴心小棉袄。学校更是将艾玛评为优秀学生典范，年年给她颁发奖牌。而今年的优秀学生颁奖典礼上，艾玛本来已经胜券在握，可老师却叫了麦洛的名字。艾玛嘴角的笑容骤然落下，看到同桌麦洛上台领奖，艾玛咬紧牙关开始抖腿。她觉得麦洛胆小憨蠢，根本不配这样的荣誉。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悄然生成。马克察觉到了艾玛的不同寻常，以为她是失落没有得奖，于是赶紧安慰。艾玛却一脸真诚地表示 Mel's my friend. I'm really happy he got it. 这让马克瞬间觉得自己格局有点小了。还是艾玛大气又坦荡，但接下来艾玛却叫上麦洛去玩捉迷藏。可玩着玩着，他们就远离了人群，误入了一片密林。麦洛想要回去，艾玛却将他带入密林深处，那里是一片连接着大海的峭壁。麦洛有点害怕，艾玛却直勾勾地逼视着他，冷酷地像在看一个死人。 Emma, what's wrong? What do you want? I think you know. 发现麦洛不见后，大家都急疯了似的寻找，艾玛却躲在一旁冷眼旁观。几个小时后，人们终于在悬崖下发现麦洛，可他早已没了呼吸。痛失爱子的母亲立马悲痛大哭。艾玛见状不仅无动于衷，还装作害怕的样子躲去马克怀里。可一回到家中，艾玛就高兴地荡起双腿，就差笑出声了，这让马克诧异不已。察觉到爸爸表情异常，艾玛却淡淡地说：“麦洛已经死了，活人不必在死人身上浪费情感。”尽管事实确实如此，可艾玛的冷漠却还是惊到马克。但随后他就开导自己，或许小孩对待悲伤的事并不像大人那么明显和持久。之后由于工作繁忙，马克便找来一名住家保姆凯特，让他明天就开车来上班。说起车子，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此时的艾玛却躲在门后，用恶毒的眼神打量着凯特。很显然，艾玛讨厌年轻漂亮的凯特，但在马克面前，她还是软糯糯地表示欢迎。然而马克刚一离开，艾玛就紧盯凯特的一举一动，结果却发现凯特竟私自进入马克的卧室，在里面翻来翻去。得知马克年轻丧偶，又是高薪工程师后，凯特就想，或许她可以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为此，她大胆拿走马克治疗失眠焦虑的药片，希望他情绪焦灼起来，这样他就能借机安慰马克，然后趁机拿下他。不料这一幕却被艾玛看见，可是艾玛并未告诉爸爸，而是以此来要挟凯特。 Don't worry. I won't tell. I think I'm gonna stay up past my bedtime tonight. Now go and get me some ice cream. You little bitch.
艾玛不喜欢这么难听的称呼，但她不动声色，因为凯特的嘴贱于她而言不痛不痒，现在还无需还击。第二天是麦洛的葬礼，所有人都悲痛欲绝，艾玛却心如止水，不懂这些人在悲伤什么。这是艾玛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不过艾玛并不在意，感情是用表情和神态构建出来的。如果葬礼需要表现的悲痛点，她完全可以装出来。可麦洛的母亲却询问起那块奖牌，那是麦洛长这么大唯一一次获得荣誉，所以母亲想将奖牌放入棺中一同下葬。但奇怪的是，麦洛死后奖牌就不见了。马克瞬间无比同情那个可怜的孩子。艾玛见状也涌出热泪，马克以为他是替麦洛难过，艾玛却在暗爽，死无对证。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将奖牌藏去床底。可爸爸去捡掉落的玩具熊时，却差点看到奖牌。 Dad? What are you doing in my room? Just picking up a little. It is picked up. It's always picked up. Anything else? No. 艾玛的笑容充满刻意和虚假，需要拿捏人时就挂出来，其他时候却都冷若冰霜。马克逐渐察觉到艾玛的古怪，于是翻看了颁奖那天的照片，结果却发现艾玛一直盯着麦洛的奖牌，眼中满是掠夺的渴望，这让马克一阵心惊。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老师就带着律师找上门来。麦洛一不会游泳，二患有恐高症，他不可能自己去悬崖边上。麦洛出事当天，有同学看到他曾和艾玛一起玩耍，所以老师怀疑麦洛并非失足坠崖，便想请艾玛配合调查此事。艾玛躲在门口听到后，眼神立马变得阴狠起来，随后他就转身离开，紧接着艾玛打破玻璃瓶，然后趴去玻璃上面。目睹一切的凯特惊得目瞪口呆。老师见状很不好意思，只好匆忙告别。但马克在帮艾玛清理伤口时，还是问到了麦洛的事。艾玛却坚定地表示，他那天并未与麦洛玩耍，更没去过悬崖边上。可艾玛的回答太过干脆，马克便想炸一下他。Mrs. Ellis says you were. She's lying. Honey, why would Mrs. Ellis lie? Because she hates me. She never liked me. I don't know why. How would she say that? 此话一出，马克瞬间破防。艾玛的妈妈生她时难产去世，所以艾玛总是自卑敏感。同学和老师对她有点看法，也是情理之中。想到此，马克心疼不已。他觉得自己不该怀疑女儿，她只是个9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与人命大事扯上关系？而凯特那天看穿艾玛的苦肉计，却并未拆穿，因为他想要接近马克，就不能得罪这个对自己都狠的小公举。Don't worry, I told him how great you are. I got you, girl. Just don't mess with me. 而就在这时，他们看到老师的车居然停在麦洛家门口，艾玛瞬间有点紧张，凯特却还幸灾乐祸地告诉他，老师怀疑麦洛死于谋杀，这会儿正极力奔走寻找有关线索，相信不久后警方就会立案调查，到时被老师列为怀疑对象的艾玛肯定会被第一时间提审。 You better get your story straight, you're gonna get busted. 艾玛尽管心思恶毒，但毕竟是个见识有限的孩子，她能想到最坏的结果便是爸爸的责骂和老师的批评。凯特却告诉他，世界上有一所专门关押儿童的监狱，里面设有220伏的电椅，用来惩罚坏孩子。 You're silly. Nobody would put a kid in the electric chair. Sure they do. Do you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electric chair? It cooks you. Your skin crackles and shrivels like when we make bacon in the morning. They have a special one for kids, even painted pink, and they put pee-pee pads underneath it for when you piss yourself. 凯特的恐吓让艾玛信以为真，想到老师要送她进这样的监狱，艾玛就恨上了老师。随后，她就将自家屋檐下的马蜂窝偷偷放进老师车子的后座。随后，老师从麦洛家出来，他毫无防备地驾车离开，结果车里却飞来一只马蜂，还爬去了他脸上。老师吓得用手去挥，车子却不知不觉发生偏移。随后，惨案发生，老师当场死亡，凶手艾玛却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为解决心头大患而高兴。殊不知，在他出门期间，凯特就开始翻艾玛的房间，最后发现了藏在床底的奖牌。为了揭露艾玛的罪行，他将奖牌挂去马克床头的台灯上，这样马克一进卧室就能看到。可好巧不巧，马克刚一回来，艾玛就按耐不住杀人的兴奋，跑去问候爸爸，结果却一眼看到奖牌，艾玛吓得瑟瑟发抖。不过作为一名惯犯，他很懂铤而走险。见马克正背身而战，艾玛就轻轻拿下奖牌，然后藏在身后，准备顺出去。马克却突然回头。 What are you doing? Nothing.
What's in your hand? Nothing. 在马克咄咄逼人的目光下，艾玛只好拿出奖牌，但她却一口咬定根本不知道奖牌为何会出现在家里。凯特闻言立马助攻一句 It was hidden under the bed. I found it cleaning. 艾玛恶狠狠地瞪视着凯特，已经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套死法。但转头对上爸爸时，艾玛却又一脸柔和，说奖牌确实是麦洛的。当时他只是羡慕麦洛夺奖，所以麦洛便把奖牌借给他戴了一会儿。谁知之后不久，麦洛就发生意外坠崖了。艾玛说自己太过害怕，便将奖牌拿回家藏了起来。马克目光深沉，显然并不相信艾玛所言。但艾玛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马克只能按他的说辞，把奖牌归还给麦洛的母亲。Very sorry. I shouldn't have kept it. I was gonna give it back. But he never saw him again. 麦洛的母亲见艾玛一脸胆怯，以为她是被麦洛的事吓到，这才没敢拿出奖牌。如今奖牌失而复得，她还分外感激艾玛的归还。但随后不久，马克就得知了老师车祸去世的事，而且他还发现家里屋檐下的马蜂窝居然不见了。马克大惊失色，一次次的巧合让他不得不相信艾玛绝不是个单纯的孩子。于是他赶紧预约了一位心理医生，想看一下艾玛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不然怎会如此胆大包天。艾玛嘴上欣然同意，但她的手却紧紧攥紧，指甲直接抠进肉里，将自己掐得血肉模糊。而见了心理医生后，艾玛却又戏精上身。谈到麦洛之死时，她立马双手绞紧，满脸悲戚，还露出些许迷茫与困惑，完全符合这个年纪的孩子对死亡的认知和好奇。而谈到开心的事时，艾玛又轻松健谈，一副天真小女孩的烂漫模样。大人们喜欢怎样的小孩，艾玛就表演成怎样。心理医生丝毫没有发现破绽。Emma seems 100% perfectly average. In fact, I told her she reminds me of myself. 有了心理医生的诊断，马克悬着的心终于落地。随后父女二人愉快回家，结果却看到保姆凯特正衣着暴露，像女主人一样躺在家里。马克见状不仅一言不发，还偷瞄了下凯特的身体，这让艾玛意识到了危机，于是他让凯特滚出他家。凯特却得意地挑衅道：“这个家根本不由艾玛做主。” Your dad's a DILF. DILF. Okay? And he's single. And he was totally just scoping me out. You wouldn't mind if he and I hooked up, would you? The poor guy needs a release. And I just look at him. Stay away from my dad. Or what? Where I come from, a spoiled little princess like you, ain't nothing. Believe me. 很显然，凯特已经野心勃勃，准备登堂入室了。但凯特却小瞧了艾玛。当天晚上，马克有事出门后，艾玛竟也随之不见。虽然这个小东西很碍眼，但他此刻丢失，马克肯定会大发雷霆。凯特的贵妇梦可就到头了。于是他立马紧张的到处寻找，结果发现马克的工作室亮着灯，他以为艾玛躲在里面，于是走了进去。可工作室的铁门却突然落下。凯特听到声音起身查看，门口却扑进来一团火焰，而且很快就熊熊燃烧。凯特这才发现地上早就扔满汽油桶，火焰瞬间席卷全屋。凯特吓得连连求饶，艾玛却在窗外冷漠旁观。看着凯特被火焰吞噬，艾玛露出一抹不屑，对她爸爸有想法的女人多了去了，但至今为止却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成功上位，因为他们在艾玛这朵小白莲面前都差点狠毒与断位。等到马克赶回家时，凯特已被烧死，艾玛却告诉警方，凯特跑去爸爸的工作室偷偷抽烟，这才引发了火灾。马克担心地跑去看艾玛，可艾玛不但没有一丝恐惧，反而还安慰起了马克。 It's okay, Daddy.Nothing happened to me. 马克从艾玛的眼中看到了变态才有的那种兴奋。尽管马克不愿恶意揣测女儿，可麦洛的奖牌、老师车上的马蜂窝以及家里的火灾，每一件都与艾玛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晚上时，马克叫醒了正在装睡的艾玛，终于问出压抑已久的猜测 You hurt Milo, didn't you? 感觉到爸爸的暴躁和怒气，艾玛立马坐了起来，然后怯怯地承认 I pushed him.He fell. Kept on yelling that he couldn't swim. I didn't believe him.
He always over-exaggerated. After a while, so sorry, Daddy. Didn't want to get into trouble. 艾玛眨着无辜的大眼睛，像以往每次做错事那样，企图用胆怯和可怜唤起爸爸对她的保护欲，从而免除责骂和惩罚。马克却突然想起上任保姆，他也是和艾玛在一起时意外身亡。艾玛却淡淡的说道 I should have never grabbed my arm. So kicked her. She fell down the stairs.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She's the adult. She should have protected herself better. Emma, do you know what could happen to you? Do you? 马克不可置信的怒吼，艾玛仅仅9岁而已，却娴熟的连杀多人。他作为父亲竟一直毫无察觉。艾玛却眼泪横流的哭诉道：“他杀的每一个人都是该死之人。” So we said to do about Milo, and one day everyone would. They were gonna take me to this little electric chair they put kids in. She told me she was gonna be my stepmother. Emma, calm down. I don't want a stepmother! Emma! She stole pills from your room. I watched. She fooled you. You weren't gonna do anything about it. Not one thing! So you did. Isn't that right? Someone had to. 艾玛冷静的完全不像小孩，这让马克感到害怕。于是他赶紧上网查询，结果发现艾玛的情况很像反社会人格，他们从骨子里漠视生命和情感。初期症状表现为冷漠、残酷、毫无共情心理，而发展到中后期就会看谁不爽就嘎谁，甚至连至亲都不放过。可艾玛大多时候都甜美可人，马克实在无法将她与杀人狂魔联系在一起。于是马克带艾玛去了湖边小屋，希望远离人群后能缓解下艾玛的症状发展。结果马克却接到警方电话，说老师和保姆的死都是蓄意谋杀，并且已经找到相关证据，只等进一步检测就能确定凶手是谁。马克瞬间感到万念俱灰，甚至开始夜夜噩梦。他梦见那只死猫变成浮尸，飘在水池，久久不腐；梦见麦洛满脸是血前来索命，甚至他还梦见艾玛变得越来越恐怖。想到无辜死去的那些人，马克陷入深深的自责。他想用医学方法来拯救艾玛，可查询各类案例后，却发现这种天生的坏种根本无法治愈，而且会越来越失控。而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的艾玛，表情却越来越冷。马克吓得赶紧关上电脑。I don't like you sneaking around like that. How long were you standing there? You snooping on me? Think you were snooping on me. Do you, Daddy? I don't know anymore. That makes me sad. 当天晚上，艾玛就偷偷关上马克的房门，然后打开了煤气开关，准备毒死他。却不料马克中途醒来，闻到异味的他立马推开窗户，然后直奔厨房。见所有煤气开关均已打开，马克悲哀地发现他查到的东西正在应验。艾玛连他都不放过，而且艾玛此刻就站在不远处。父女俩目光相撞，艾玛却一脸冷酷。马克心痛地走出房子，问艾玛为何如此对待亲生父亲。艾玛却一言不发。I'm the only person you have. No.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I'd live without Angela. At least she thinks I'm nice. 马克心里翻起惊天骇浪，这样的孩子果然坏在基因，终生都没法建立善恶观。父母的爱于他而言也不过是各种表情和动作。但此刻的马克也学会了伪装，他朝艾玛伸出手，艾玛则自然地牵住了他的手。他没有一丝恐惧，因为在艾玛心里，大人看似都人高马大，实际上却非常愚蠢。就像马克，他一直被父爱捆绑，无法做出残忍的事。可马克内心剧烈挣扎后，却下定决心要杀了艾玛，因为艾玛
杀人的事很快就会暴露，那时艾玛的余生将会在精神病院或者监狱度过。比起这种惩罚，马克宁愿以自己的方式让艾玛走得痛快点。于是他倒出一瓶安眠药，然后碾成粉末，加进了艾玛的牛奶中，然后端去艾玛房里。可谨慎的艾玛却趁马克出去时偷偷调换了2杯牛奶，所以晚上沉沉睡去的人反而变成了马克。艾玛则突然睁开眼睛，他翻出马克的手枪，然后将枪放进马克手中，想要伪造马克开枪自杀的假象。马克伸手就去夺枪，艾玛却趁机抢走马克的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然后他就惊叫着跑开。艾玛在白天已经确认过，小屋旁边有个邻居，夜深人静的晚上，他肯定已经听到呼救。随后艾玛就按照之前计划好的，迅速躲进了卫生间，然后反锁房门，静等爸爸找来。但为了激化爸爸的暴怒情绪，艾玛必须一言不发。果然不一会儿，马克就情绪失控的怒吼道 Emma, I know you're in there. Emma! Open the door! Emma! Open the... Emma! 马克破门而入，艾玛吓得抱头哭泣。可马克已经熟悉他的表演套路，他忍痛举枪准备射杀艾玛，但这时壮汉邻居却赶了过来。艾玛见状立马求救。Don't listen to her. She's not righ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her. Down the gun. I have to do this. I have to protect her from herself. They're coming for her. Forgive me.艾玛满脸泪痕，惊恐尖叫，就像一个受到惊吓又痛失至亲的可怜孩子。可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情感能伤到艾玛，因为她只用脑子权衡利弊，对任何人任何事她都从不入心。最后在邻居的指认下，艾玛被定义为受害者，姑姑成了她唯一的监护人。由于马克一直患有焦虑症，姑姑便以为他是被凯特调换药片后长期没有服药，这才导致精神错乱，想要伤害艾玛。毕竟作为正常人，谁会怀疑一个失去双亲、楚楚可怜的小女孩呢？柔弱就是她最好的伪装。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Angela, let me go home. We can have ice cream. You can have whatever you want.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班，咱们下期见。